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梅菜肉粽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在裹粽子的前一天，我们先把500克的糯米洗干净过后，把它浸泡最少4个小时或者隔夜。通常我都会把它浸泡隔夜。粽叶也是一样，我们在裹粽子的前一天要把粽叶浸泡1晚，让它变软。到了第2天，我们就可以把浸泡隔夜的糯米沥干水分，放一旁备用。过滤完糯米，我们也可以把粽叶洗一洗。我们拿一个新的洗碗刷，然后把这个粽叶洗一洗。我们要把它表面的灰尘啊、肮脏啊，把它刷掉。刷干净过后呢，我们可以把粽叶的头头尾尾修剪一下，让它更整齐。这个栗子呢，我们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煮软，也是要煮蛮久的。煮软过后呢，我们沥干水分，然后我们用一支牙签把这个细缝里面的膜给挑掉，就像这一些，这个就是细缝里面的膜，我们就像这样把它给挑掉就可以了。这个花生洗干净过后，我们要把它煮软。你们也可以用一个小锅放了水，用小火把它慢慢的煮软。可是我懒惰顾火，所以我就洗干净过后，把它放入慢炖锅里，把它煮软。我这里是用了60克的花生，可是这个分量你们可以自己调整啦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花生的话，你们就煮多一点咯。这个花生只要煮到你们要的软度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它沥干水分，放一旁备用。我们先来炒栗子，我们看一下炒栗子所需要的材料。已经煮软的栗子10粒，蒜米红葱10克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我们的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已经煮软的栗子倒下去，然后把它炒一炒，炒香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的栗子已经煮软了嘛，我们只是要把它炒到有香气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它拿起放一旁备用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炒花生所需要的材料。已经煮软的花生，煮之前是60克。蒜米红葱10克。盐1/8茶匙。我们炒完栗子过后也不需要洗锅啦，我们加回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和我们的炒栗子是同样的步骤，因为我们的花生也是已经煮软了，我们只要把它炒香就可以了。或者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花生和刚才的栗子一起炒，那么你们就不需要炒2次咯。当我们的蒜米红葱炒香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花生倒下去，还有盐也可以一起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炒均匀、炒香，就可以关火，把它们拿起放一旁备用。炒完了花生，轮到了甜梅菜。我准备了200克的甜梅菜，蒜米红葱20克。我们还是不需要洗锅，我们同样的加回一点油过后，
我们就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甜梅菜倒下去，然后同样的也是把它炒香。这个甜梅菜你们在炒之前，你们记得要把它浸泡一下哦，不然它会很咸的。虽然说它是甜梅菜，可是还是很咸的。因为这个梅菜本身已经够咸够甜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，我们只要把它炒到干身，然后炒到有香气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它拿起放一旁备用。现在轮到炒糯米了，我们来看一下炒糯米所需要的材料。已浸泡隔夜的糯米，浸泡前是500克，蒜米红葱30克，胡椒粉1茶匙，白糖3茶匙，盐2茶匙，酱青3茶匙。我们在锅里放了一些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糯米倒下去，还有调味料也可以一起倒下去。我们把糖、盐、胡椒粉还有酱青全部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炒均匀。我们只要把这个糯米炒均匀、炒干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它拿起放一旁备用。炒完了糯米，轮到最后一样了，炒我们的花肉和香菇。我准备了500克的猪肉，香菇100克，蒜米红葱30克，白糖4茶匙，盐半茶匙，黑酱油1茶匙半，胡椒粉半茶匙，五香粉半茶匙，清水500 ml。同样的，还是那一句话，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当蒜米红葱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花肉还有香菇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炒一炒，炒均匀。我们先别急着加水，我们先把这个花肉这样干干的炒，炒到它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五香粉还有黑酱油倒下去，让这个猪肉上色。当我们把花肉炒上色过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清水，然后让它焖煮一下。当我们的猪肉已经焖煮了一下下，汤汁也差不多要收干了，我们就可以把白糖、盐还有胡椒粉倒下去，然后把它炒均匀。你们可以试一下味道，如果觉得味道 OK 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炒到收干汤汁，然后把它拿起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梅菜肉粽所需要的材料：大粽叶20片，已炒香的糯米，
已炒香的猪肉和香菇，已炒香的甜美菜，也是已炒香的栗子，还有已炒香的花生。来，我们来裹粽子喽！我们拿2片特大号的粽叶，然后把它叠在一起。我们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形，就像这样折成一个漏斗形。接着我们就放入糯米，这些材料你们要放多少，你们个人喜欢哦。放了糯米，我们就可以来1大汤匙的猪肉和香菇。只要你们的粽子合得起来，绑得稳，你们要放多少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放好猪肉后，我们就来一点梅菜。这个梅菜也是一样，你们要放多少都可以。如果不会很咸的话，你们可以放多一点。放好梅菜后，我们就来1颗栗子，然后再来一点花生。这个花生好吃，已经包到软软了。放了花生后，我们再来盖上2勺的糯米饭，要把我们的材料盖着。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粽叶折回下来，盖着我们的糯米饭，我们的手要抓稳哦，不要松开。然后左右2边折下来，形成一个三角形，一个粽子的形状。再把我们这个长出来的这个粽叶再折回下来，把它包裹着就可以了。我们拿1条绳子，在这个粽子身上转2圈，然后打2个结，要把这个粽子绑得稳稳的。只要我们放下去煮的时候，这个粽子不会散开，它就成功了。现在我煮滚了半锅水，我们把粽子放下去，记得这个水一定要盖过我们的粽子哦。当这锅水再次的煮滚，我们就可以把火关小，然后把锅盖盖上，用小火慢慢的焖煮2个半小时。在煮这个粽子的2个半小时里，大家记得要时不时都要开盖检查一下这个水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在旁边煮1锅热水，然后加进去。可是记得一定要加热水哦，不可以加冷水。来喽，2个小时半了，我的粽子煮好了。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沥干水分，然后等它稍微凉一点点，我们才来享用啊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梅菜肉粽。大家会喜欢今天这个梅菜肉粽吗？我是蛮喜欢的，觉得蛮特别，蛮好吃的。每一样都有它自己的味道。大家记得浸泡这个梅菜的时候，记得要浸泡久一点哦，直到它没有什么咸味为止。因为我浸泡的不够久，所以我的梅菜煮出来有一点咸。你们看它里面的馅料多么的丰富啊，有梅菜、香菇、花生、栗子，还有猪肉。哇，看了都流口水了。好咯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我要慢慢的享用我的粽子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。谢谢大家。